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，就是你拥有美国签证啊，你也去不了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？那么如果说你拥有学生签证，包括绿卡，你都去不了这个地方，就是美属萨摩亚啊。很多人听说过萨摩亚，但是美属萨摩亚跟萨摩亚是不一样的啊。我把这个翻译一下，这个是一个美国内政部的一个网站啊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翻译好了啊，这个地方也挺有趣的啊。以前是割让领土契约成为美国领土，那么它后来是被美国的海军管理到1951年，后来是移交内政部啊。那么它是美国的国民啊，不是公民啊，它是有一些不同的。而且呢，它是不参与联邦选举投票，也不缴纳联邦税啊。所以说，哎，它说实话还有一些优势啊。但是它的这个旅行要求啊，你看美国人去那边的话，也必须要有美国护照啊，也要美国护照，或者说证明其美国国籍的出生证明才能去这个领土啊。所以说你持有绿卡，你也去不了这个地方啊。所以那中国人的话去这个地方的话，会更难啊。即使你拥有美国签证啊，你也去不了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现在打开的网址呢，这个网址是美属萨摩亚的一个移民局网站啊。那么它这边的话，其实也说明了一些怎么去进入这个美属萨摩亚地方啊，其实是很困难的去这个地方，但是它的移民条件啊确实很简单。我又把它翻译了一下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不在豁免条件啊、豁免入境许可方案之列的外国公民啊，这个要批准啊，它有两种啊、两三种啊，一种是14天的啊，十四天的其实是萨摩亚独立国的居民啊才可以去啊，那30天的话就是针对一些没有豁免条件的啊，不能免签计划的这些外国人啊，你要申请30天的。那么这个是多次的啊，我没有仔细看，你看，外国公民啊，抵达美属萨摩亚前至少5个工作日啊，申办者向移民局提交完整的入境许可申请，而且是很麻烦的啊。说实话，而且去美属萨摩亚的话，你必须要经过斐济啊，或者说新西兰啊，再到萨摩亚独立国啊，然后再进入这个美属萨摩亚地区啊，非常麻烦的。而且我们看这一条入境许可证啊，申请必须由担保人啊，担保人的高级组长和担保人的村庄或区长签署啊。说实话，就是一个担保人就行了。但是说实话，你很难去认识担保人啊，有点麻烦。一般来说的话，你只能找旅行社办理啊。我们看这一条啊，非常有趣啊。它这边还有一个灰旗啊，那个美属萨摩亚是唯一保留对其边界进行监督的美国领土啊，其他地方你都可以去啊。然后呢，法律的事务部啊，任务就是边界管理这个领土履行啊，然后都有移民官员驻守啊。说实话，还是比较麻烦的啊，去这个地方。你看，这是十四天啊，十四天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这个翻译的内容啊，十四天许可证只提供给萨摩亚独立国公民啊，只允许进入美属萨摩亚十四天，不可展期啊，不可延期的啊，你必须要回这个独立国啊。然后您当地的担保人必须是美国公民或国民啊。说实话，他们去这个十四天去的还很麻烦，你看。原本他们是一个国家啊，只是这个美属萨摩亚他自己分离出来了，然后呢，被割让给了一个美国啊。那么30天的话，我们可以点这里看一下啊。30天的话，就是外国国民啊，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，虽然说你有美签了啊，但是你要去这个地方还是很难的。比如说他这边需要的流程啊，这个护照啊、行程机票啊，而且他需要这个旅行者本国的警察许可啊，这个我还不明白是啥意思啊。可能是因为当地这个有军事管辖啊，军事驻地啊，所以说去这个地方特别麻烦。你发现没有？就是还有什么医疗健康证明啊，怕这个有些带病毒过去啊，那么还要提前30天申请啊，这边还要申请什么？国土安全部进行一个背景调查啊。那么你在当地的话，必须要有个赞助商、赞助人啊。赞助人的话，说白了就是一个代理人嘛啊。担保人就是这代理人啊，就是一个旅行社应该可以作为你的担保啊。那你把这个资料提交给旅行社啊，旅行社这个担保人他自己亲自到移民局递交所需文件，并开始办理手续啊。价格的话，30天的话40美元啊，价格还不是很贵啊。
那么我们继续看看这个移民部分啊，移民部分的话，说实话，美属萨摩亚移民还是挺简单的，而且要求非常简单啊，就是那比如说你看这些图片啊，不管它啊，其实它现在没有这么落后啊，以前应该是很落后的啊。如果移民希望在领土定居，他们必须根据以下两类申请之一通过申请程序啊，只有两类啊，没有那么复杂啊。第一类啊，基于家庭的申请啊，比如说那个配偶或者说家庭申请啊。应该是很宽松的啊，毕竟那个地方也没什么人啊。第二个呢，基于就业申请啊，就业申请的话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只要找到工作啊，基本上都能啊，不需要说，哎，你这工作什么类型啊，或者说什么条件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是居留申请啊，我未必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永久居民啊，只能说是你一个居留申请。那批准的话，他这边的话是，申请的话是价格啊不是很贵啊，身份证费用$30啊。然后呢，你要看一下啊，这个下面的话它是有这个价格啊，比如说 China 啊，这个$2300啊，这个债券啊。然后呢，在这债券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会退还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申请费$75啊，总共的话价格是2375啊，$2375。我们再点回首页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他们那个事务教育部法律的事务部啊，然后呢，他这边呢，说实话，他因为当地部门其实不是很多，可能部门都那个合并了啊，然后呢，他这边呢，其实也管了这个移民部门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就业啊，就业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要找到工作，说实话，真的还很难啊，本身他这个人口啊，只有55000人啊，大多数人讲英语和萨摩亚语啊。该地区同时遵守美国联邦法律和当地领土法律啊。你看这个就业机会这边列出两个啊，一个是刑事检察官啊，说实话，他这边的话还缺就是法律人员啊。如果说你在美国有法律的这些资格证照啊，执照的话啊，那你就可以在这边估计能申请啊。而且这个它的薪金范围啊，应该还是不错的啊，$60000到$65000啊，而且他不用交联邦税嘛。那么他这边还有很多这种福利补偿，而且本身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大的地方，你看，应该算不错的。本身这地方估计教育水平也不是很发达，所以说他需要这些专业的法律人士啊，那点击立即申请啊。而且还有个什么检察官啊，那肯定也是跟法律相关的啊。如果说你是有什么医疗水平啊，或者说之类的啊，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，挺适合的啊，这地方。当然了，之前的话，我有一个网站啊，我看过美属萨摩亚这个地方啊，它还有一些很多的关于这个美军基地的一些工作岗位申请啊，但是的话，它要进行一个背景调查啊，还是比较麻烦的啊。不过它工作岗位的话，基本上还是跟一个美军基地相关比较多啊。有些岗位，虽然说开车啊，或者说建筑工人啊这种岗位还是有的，但是他要申请背景调查是比较麻烦的事情。